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Jasper， 欢迎来到 Jasper Soul Journal 灵魂日记。今天我们要来聊的是什么是塔罗。在开始之前，我有一件事情非常好奇，想问问你们，请问你们是怎么样知道塔罗这两个字的呢？你们是在滑 IG， 还是在滑 FB 的时候，又或者是在 YouTube 上看到非常有趣的大众占卜，或者你是在逛百货公司的时候看到有在提供塔罗牌占卜服务的摊位，还是你是被亲朋好友介绍才认识塔罗的呢？或者你有其他非常特别的个人经验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和大家一起分享哦。那么让我们开始正题吧。那么塔罗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塔罗牌，它其实是一种工具。那塔罗牌这个工具呢，有非常多的使用场合。接下来我会列出一些常见的使用场合。第一，了解自己。我们有时候可能会遇到这一些问题。我为什么会对这件事情感到伤心？我为什么会非常的生气？我的天赋是什么？我的缺点又是什么？我要怎么提升自己才可以遇到更好的人？等等其他非常多能够用来了解自己的用处。那么塔罗牌的第二个用处呢，就是针对问题寻找答案。这个所谓的针对问题呢，有时候并不一定是局限于自己的。比如我和某某人在一起了，我们能做些什么来让这段关系更加的好呢？或者是下个月我会和朋友们一起出游，我们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？又或者你可能会想问的问题是，目前我有一份正在就职的工作，但是也有另一份工作机会可以给我跳槽去尝试和打拼，我要怎么样选择呢？等等这类的问题。当然啦，如果你想问的问题是今晚晚上要吃什么，或者是这期彩票我要买什么号码，这类问题就最好是别问了，没有意义。那么第三个是塔罗牌的常见使用场合呢，就是一些和占卜类比较没有关系的使用场合，比如冥想、创作，或者是想要有灵感。当然这个和创作也是非常相似的用途。那好像比如心理治疗，或者是灵性成长相关，都有可能会使用到塔罗牌。有关这些特殊的使用场合，我们以后再来谈。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最常见的3种塔罗牌类型吧。第一种，韦特塔罗牌。韦特塔罗牌呢，是目前市面上最常见的塔罗牌。你常常在网上看到别人分享的那些塔罗牌呢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韦特塔罗牌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韦特塔罗牌呢？根据我个人的了解，因为韦特塔罗牌它的画面比较丰富，也比较能够让人根据牌的画面说故事，或者是截取我们所需要的讯息。除此之外，如果你正在学习塔罗牌，在网上也非常容易找到有关韦特塔罗体系的那些相关资料。而我目前也正在学习这韦特体系的塔罗牌。当然我也有意思学其他种类的塔罗牌体系，但因为我才智不足，所以我只能慢慢来，从最简单最容易找到资料的体系开始学习。不知道正在看这部影片的你有没有会韦特体系以外的塔罗牌呢？如果你会的话，我真的要跟你说一句，你太厉害了。第二种常见的塔罗牌类型呢，就是马赛塔罗啦。马赛塔罗的特点呢，是在于它的小牌、小阿尔卡纳的牌面上呢，不会有过多的人物或者是一个主角正在做着某件事，让我们像韦特体系那样，通过牌面就能非常容易的解牌。所以当你使用马赛体系的塔罗牌呢，你可能就会需要有非常巩固的灵数学，以及对马赛塔罗的牌意非常的熟练。
第三种常见的塔罗牌类型呢，就是托特塔罗。托特塔罗的特点呢，就是它的牌面上会有非常多和卡巴拉、占星学、炼金学以及其他神秘学相关的符号，所以对这一些学术有研究并且有充分知识的人，在解牌时会更加的得心应手。所以，如果你问我新手不知道要学哪一种体系的话，那么我其实会非常的推荐学习韦特体系开始，因为韦特体系的塔罗牌，它的画面通常已经能够给足我们足够的讯息去解牌。只要你会看图说故事，那么其实就非常好上手。比如我们常常会见到韦特塔罗上面可能会有人，他正在坐着、站着，或者是正在做着什么事情。画面上有可能非常多的这些颜色以及符号，让我们非常能够简单的理解牌面上想告诉我们什么。当然，如果你在研究各种塔罗牌类型之后，也喜欢其他类型的塔罗牌体系，那么只要你用心学习，我相信你也可以好好的把那副牌的牌意解出来。那么除此之外，可能有一些牌你们也看过，但其实它们不是塔罗牌，比如神谕卡、雷诺曼，或者是其他一些类型的卡牌，这些我们将会在以后再谈。现在我来给你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塔罗牌，它的这个系统、这个体系是什么样子的。在大部分情况下，我们能看到的塔罗牌呢，会是以78张为主的。有一些作者可能会在制作牌的时候添加额外的牌，而在这78张牌里面呢，会有22张大牌以及56张小牌。这22张大牌也就是大阿尔卡纳，从0号愚人到21号世界，以及小牌小阿尔卡纳。56张牌中呢，有4个元素 ：Earth, Fire, Air, Water。分别是权杖火元素、圣杯水元素、宝剑风元素，以及星币土元素。在小阿尔卡纳牌组中呢，这4个元素分别都会有1到10的牌。除此之外，它们还会有4张不同的宫廷牌，也就是侍从、骑士、皇后以及国王。不同的作者呢，也可能会根据牌的主题更改这些牌的名字。接下来，我和你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塔罗牌的占卜过程。在大部分情况下呢，占卜之前，我们不管是为自己占卜，或者是为别人占卜，我们都需要有一个什么呢？当然是牌啦。如果没有牌，你要怎么占卜呢？虽然网络上也有一些这个应用程序 apps 是可以提供你在线上占牌啊，但是没有手上这一副牌就没有手感了呀。牌在手上，我又能摸，又能嗅，还可以看到那么美的画面，还是 3D 的呢。那么在有了一副牌之后呢，我们要先确定我们要问的问题。如果没有问题，你的占卜结果可能会非常的笼统，或者是不明确。而有了问题，你所需要的答案也会更容易的找到。确定好要问的问题后，我们要选牌阵。虽然有些占卜师也可能会选择不使用牌阵，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，如果能使用牌阵的话，会对占卜的流程更加的好掌握。选择好牌阵后，我们就来洗牌。洗牌的方式有非常多种。关于更详细的占卜流程，以后我会和大家再分享哦。你可以在洗好牌后，让问事者切牌，又或者是你自己帮他切牌。当然，不切牌也是没有关系的。我们抽牌时要根据我们所使用的牌阵，或者是你所想要的张数来抽所需要的牌。我来这边给大家示范，就随机抽一张牌。当我们抽到牌后，我们要看牌的画面，牌和牌之间的联系，然后根据我们所学会的牌意，以及这个牌上面给我们带来的感觉、直觉去解牌。
那关于解牌方面呢，有些占卜师他可能不会根据牌意来解牌，他的学习方式可能是不根据书或者是一些传统的牌意，而是完全根据自己的直觉以及他的个人能力去解牌。当然，不管你是使用直觉解牌，或者是直觉加上牌意解牌，我们在叫牌后也记得把牌全部收好哦。怎么样？你对塔罗的了解是否又更上一层了呢？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塔罗牌的知识，也记得关注我的这个频道哦。感谢你们的观看，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一期内容。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的话，记得给这个影片点个赞。有什么想说的，或者是我有什么说错的地方，记得在下面留言哦。也非常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分享你们看后的感想。记得订阅我的频道以及打开小铃铛，就不怕错过影片更新啦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Hello， 我是小熊布朗。刚刚的讲课你们有仔细听吗？如果有仔细听的话，那么我就来考考你们。在常见的一副塔罗牌中，总共会有多少张牌呢？如果答对了，我就亲你们。Losing time, I'm fading fast. I just wanna make it last. Try to let go of the past. I close my eyes, embrace the blast. Sleepless nights and headaches stack. Restlessness to hell and back. What's my purpose? What do I grab? A slippery surface, a heart attack. And sometimes you just gotta believe there's something that'll give you relief. There's something that'll have what you need. What you need.